1995年1月28日，农历腊月28，黑龙江省鹤岗市，这座因煤而兴的东北边陲城市，在寒冬腊月里早已被零下30多度的低温冻透。距离春节只剩2天，街巷里零星响起鞭炮声，空气中弥漫着归家团圆的年味儿。南山煤矿的矿区却比往日冷清了许多，大部分工人已经放假，只有少数值班人员留守在各自岗位上。没有人对这4人的出现产生任何警觉。他们分成2组，径直走向北楼。那是一座方形的2层建筑，1楼东侧是经警队值班室，西侧是门卫室，楼门里头的深处则是存放全矿职工工资款的小金库。当晚，经警队值班室里有4个人，队长赵成远以及经警毛成才、杜文军、刘东升。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之前的倒计时画面，4人有的在看电视，有的在闲聊。他们谁也没有想到，死神已经跨过了那道门槛。2个女人推门走了进来，还没有等任何人开口询问，其中1人猛地从大衣下抽出一支5连发猎枪，对准屋内果断扣动了扳机。火舌在昏暗的值班室内喷涌而出，子弹瞬间击倒了赵成远和杜文军。刘东升和毛成才本能地扑向办公桌下躲避，但对方的子弹紧追而来，2人相继倒在血泊中。短短10几秒钟，4名经警全部遇害。杀人之后，持枪者走到每一具倒地的身体旁，举起手枪对准头部逐一补枪，手法之残忍，动作之冷静，完全不像是一个普通人在第一次杀人时该有的反应。事后警方勘验现场时发现，4名经警身上共计中了10余枪，其中多人为头部中弹，脑浆和鲜血溅满了整面墙壁。值班室的桌面上还放着一副没打完的扑克牌，炉子上的开水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几乎同一时间，另一组2人直扑小金库。金库位于值班室东侧深处，有2道铁门封锁。当天库内存放着100多万元现金，这是全矿上千名职工1年的工资和年终奖金。按计划将在第2天，也就是腊月29发放。守在金库内的有4名经警，每人配备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。屋外的枪声传进金库时，4名经警立即意识到出了大事。队长张国明和队友迅速占据有利位置，将枪口对准门口。劫匪冲到金库门外，发现铁门紧锁，立即从身上取下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，那是煤矿用来爆破的硝铵炸药，威力极大。他们将炸药包塞进门缝，点燃导火索，试图炸开铁门。导火索滋滋燃烧的声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金库内的经警用力顶住铁门，竟把从门缝伸进来的导火索夹断了。炸药包没能引爆，歹徒发现点火失败，试图再次往里面塞炸药包。张国明抓住时机，端起56式半自动步枪，对准门缝就是一梭子打了出去。子弹在铁门上打出火星，歹徒被迫退到走廊2侧躲避。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峙就此展开。金库内的4名经警依托有利地形，死死守住铁门，数次击退劫匪的强攻。子弹在狭窄的走廊里来回飞射，墙皮被打得4处飞溅。但在双方激烈枪战的同时，悲剧仍在其他地方发生。矿区内一些不明情况的职工家属和儿童听到枪声后好奇前来查看，正好撞见正在疯狂扫射的劫匪，当即倒在枪口之下。其中有1名年仅10余岁的儿童是在去值班室找父亲时被榴弹击中，当场殒命。枪战持续了大约20分钟，劫匪发现金库一时难以攻克，而枪声已经惊动了周边居民，远处隐约传来了警笛声。4人不敢恋战，仓皇撤离。临走前，他们用猎枪和手枪对准走廊和值班室内倒地的所有身体，又补了1轮枪，确保不留活口。然后他们冲出楼外。
跳上那辆北京212吉普车，一脚油门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当晚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北楼内外已经是一片地狱般的景象，值班室内血流成河，4名警警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，走廊里、金库门外、院墙根下到处是弹壳和血迹。经过连夜清点，现场共发现10具尸体，另有1人重伤送医后致身亡。这起案件的死亡人数最终定格在11人，死者中包括京警队长赵成远、京警毛成才、杜文军、刘东升、金库守卫张国明等共9名保卫人员，1名无辜儿童以及1名劫匪。是的，劫匪中也死了人。法医在勘验现场时发现，有一具尸体的位置和状态与其他受害者明显不同。这具尸体倒在走廊与院子交界处，面部严重损毁，几乎无法辨认长相。法医通过解剖发现，死者身上共有3处枪伤，右脸的1枪来自警方所用的5.4手枪子弹，左眼的1枪和胸口的1枪则来自劫匪所用的猎枪。也就是说，这名死者是被2种不同枪支击中的，右脸的1枪极有可能是京警还击时命中的，而左眼和胸口那2枪，法医推断那是被同伙补枪打死。为什么同伙要打死自己人？答案很简单，灭口。劫匪发现有人中枪倒地，担心同伙落在警方手里会供出其他人，干脆对准他的脸补了1枪，把整张脸打得稀烂，让警方无法辨认身份。但百密一疏，法医在检查这具无名尸体时，翻开了他左臂的衣袖，在血肉模糊的手臂上，赫然露出一处暗黑色的龙形纹身。这名死者被警方编号为11号尸体。11号尸体上的纹身成了整个案件的突破口。警方将11号尸体的体貌特征、纹身图案、身高体重等信息下发到全市各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，要求排查近期失踪的年轻男性。经过大规模的摸排走访，很快有一条线索浮出水面。鹤岗本地居民田园，25岁，无固定职业，左臂纹有一条龙，最近几天突然失联。田园这个名字让办案民警心头一紧。田园的家庭就住在矿区附近，他的父亲是井下退休工人，母亲是家庭妇女，家中有4个兄弟。田园排行老2，从小不爱读书，但在跳舞上颇有天赋。他曾在全市霹雳舞大赛中获得第3名，后来又开始练武术，身体素质和搏击能力都远超常人。围绕田园的社会关系，警方迅速锁定了另外2个名字：孙海波、严文宇。孙海波1965年出生，鹤岗南山矿子弟，身高1.7米，体重150斤左右。在邻居和同事的印象中，他文质彬彬，老老实实，写得一手好字，爱看书，爱摆弄机械电器，说话头头是道。高中毕业后，他在南山煤矿的山柴区当了1名临时工，主要从事掘进作业。1989年与妻子张慧茹结婚，对家人体贴，甚至主动把家里的房子让给弟弟孙海涛住。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斯文本分的年轻人，却是这起惊天大案的核心策划者严文宇。与孙海波和田园是从小玩到大的发小，3人的父亲都是煤矿职工，他们从小在矿区长大，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。严文宇的性格与田园截然不同，他属于智慧型人物，平时爱看书，爱看电影，尤其痴迷于刑侦纪实和犯罪题材的作品，善于研究作战计划。在这起案件中，他扮演了军师的角色，负责出谋划策，改造枪支。田宇、田园的亲弟弟，比田园小1岁，4兄弟中他年纪最小，但性格最为桀骜不驯，崇尚暴力，手段狠辣。田园拉他入伙的时候，他没有丝毫犹豫。这4个人，孙海波、严文宇、田园、田宇，从1990年开始，用整整5年的时间，
一步步从普通矿工子弟蜕变成了杀人越货的亡命之徒。他们的第一桩命案发生在1990年12月，当时孙海波和田园已经密谋了一段时间，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被贫穷和欲望折磨得焦躁不安。煤矿临时工的工资微薄，不够花，不够赌，不够消费，他们盯上了派出所民警随身携带的那把5.4手枪。在那个枪支管理还不甚严格的年代，一把枪就意味着一切。两人摸清了当地一名高姓民警的下班路线，一路尾随跟踪。在一条偏僻巷子里，两人突然动手，用暴力手段将民警杀害，抢走了他身上的配枪。这是他们手上沾染的第一条人命。有了枪，两人的胆子大了起来。1991年1月，孙海波和田园持枪抢劫了当地一家储蓄所，但这次行动并没有那么顺利。由于储蓄所工作人员记住了两人的大致体貌特征，警方很快将他们列为嫌疑人，并传唤到派出所。但是由于当年侦查手段有限，两人又提前编好了不在场证明，换了衣服，再加上储蓄所工作人员受惊吓后记忆模糊，最终两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。在法网边缘兜了一圈之后，他们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狂妄了。之后严文宇加入了团伙，三人整日在一起策划如何干一笔大买卖。1992年12月，他们瞅准了鹤岗一家煤矿发工资的时机，3次持枪抢劫，成功抢走18万元工资款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大钱的滋味。18万，在90年代初期，足够一个普通家庭过上10-20年好日子。但这笔钱对于这伙人来说，很快就挥霍一空。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大的目标——南山煤矿。田园就在南山煤矿的水电科工作，对矿区的地形、保卫科的换班时间、金库的防守位置了如指掌。从1994年下半年开始，4人就进入了周密的前期准备阶段。他们经过反复踩点，在金库外围画出了详细的进攻路线和撤退路线。孙海波让严文宇专门翻阅了大量关于刑侦、枪械、炸药的技术资料，甚至研究了警方侦查破案的基本方法，提前设计好了作案后的反侦查方案，包括如何销毁证据，如何编造不在场证明，如何应对警方审讯。为了搞到足够的火力，他们先后通过地下渠道购置了2支5连发猎枪、1支小口径运动步枪、1支自制手枪和1支5.4式手枪。鹤岗作为煤城，硝铵炸药随处可得，他们轻松搞到了足量的炸药和雷管。他们还专门偷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，作为作案的交通工具。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：如何在闹市区安全完成抢劫而不被认出？严文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：男扮女装。他让团伙成员每个人都准备了假发，作案时戴上，再穿上宽大的警服大衣，从远处看，完全像是几名女警在巡逻。这个设计利用了人们的视觉盲区，谁会怀疑警察呢？1995年1月28日傍晚，一切准备就绪，4人驱车来到了南山煤矿。按照分工，孙海波和田园一组负责突袭经警值班室，严文宇和田宇一组负责强攻金库。但他们低估了南山煤矿保卫人员的战斗力。金库内的张国明等4名经警用步枪死死守住了铁门，不仅挡住了劫匪的进攻，还在交火中击中了多名劫匪，其中一枪打中了田园的脸部，田园当场倒地，血流如注。撤退时，孙海波和严文宇发现田园已经奄奄一息，无法带走。为了不让田园落入警方手中后供出所有人，他们做出了一个冷血至极的决定：补枪灭口。严文宇举起猎枪，对准倒地的田园左眼扣动了扳机。这一枪不仅打烂了田园的脸，也彻彻底底暴露了这伙人毫无底线的残暴本性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就连自己的同伙也只是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。枪战结束后的现场，警方共找到了11具尸体，
其中10具很快被家属认领，唯独那具面部损毁的11号尸体无人问津。但在对尸体的详细检验中，法医有了2个重大发现。第一，死者左臂有一处暗黑色龙的纹身，在那个年代，有纹身的人并不多，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个体特征。第二，死者的假牙引起了法医的注意。这种工艺，特定的假牙在整个鹤岗只有少数几家牙科诊所能够制作。警方以11号尸体的纹身和假牙为线索，在全市展开了地毯式排查。经过对纹身的逐一比对，最终通过田园的社会关系网锁定了他的身份。田园的身份确认之后，孙海波和严文宇的名字立刻浮出水面。专案组迅速部署抓捕行动。1995年2月中旬，警方在严寒中经过数日的蹲守，在鹤岗市区将孙海波、严文宇2人抓获。随后，田宇也在藏匿地点落网。从案发到3名嫌疑人全部到案，前后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审讯室内，3名嫌疑人态度极其强硬。孙海波沉着冷静，说话滴水不漏，对任何提问都能给出看似合理的解释。严文宇则利用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反侦查知识百般狡辩。田宇更是撒泼打滚，一口咬定警方随意栽赃，冤枉好人。审讯一度陷入僵局，甚至专案组内部都有人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抓错了方向。时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张新峰力排众议，坚持将侦查重点锁定在这3人身上，同时将突破口转移到3人的亲属和社会关系上。警方通过调查3人的生活轨迹、近期行踪、资金往来等，逐步拼接出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。在如山铁证面前，3人的心理防线终于彻底崩塌。孙海波首先交代了整个犯罪过程的来龙去脉，从1990年杀害民警抢枪，到1991年抢劫储蓄所，到1992年抢劫煤矿工资款，再到1995年1月28日的南山矿大劫案，一桩桩一件件全盘托出。严文宇和田宇随后也相继招供，这伙人5年间先后作案多起，共造成10余人死亡，抢得赃款逾100万元。而当警方搜查藏匿凶器的窝点时，他们在孙海波租住的一间民房里发现了惊人的军火库。除了作案用的双管猎枪、5连发猎枪、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之外，还有100余发子弹、数把刺刀、若干尚未使用的炸药包。一旦这伙人有了下一步的作案计划，其危害将不可估量。1995年3月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宣判执行大会，法庭经审理认定，孙海波、严文宇、田宇3人结伙持枪抢劫，致多人死亡，手段极其残忍，社会危害后果极其严重，依法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1995年3月11日上午，3名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从1995年1月28日案发到1995年3月11日执行死刑，前后一共只用了42天。这个速度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，也彰显了司法机关对这起特大案件的严惩决心。与3名主犯同时被执行的，还有他们手上沾满的11条人命的血债与罪孽。但案件留下的一些细节，至今仍然值得深思。回看孙海波的人生轨迹，有很多何必当初的感慨。孙海波1965年出生在鹤岗一个普通的矿区家庭，他出生的年代正值特殊历史时期，直到10来岁才上了小学1年级。但他天资聪颖，靠自学写的一手好字，爱读各类书籍，修理电器和机械的手艺一流。在邻居和亲友的眼中，他文质彬彬，老实本分，是一个看不出任何暴力倾向的普通人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没能考上大学，只能到煤矿里当一名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。在矿区，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壁垒，同样的劳动强度，
临时工的收入只有正式工的一半甚至更少，那种干一样的活拿不一样的钱的不公感，像一把钝刀，一年一年的在他心里切割着。1989年，孙海波与张慧茹结婚，婚后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北老工业基地，国企改革带来的阵痛已经开始显现。鹤岗这座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活力日渐萎缩，大量年轻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，看不到未来的出路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一些意志力薄弱的人开始走偏。孙海波结交了田园和严文宇，3个同在底层挣扎的年轻人凑在一起，喝酒、抱怨、吹牛，然后逐渐从牢骚变成了密谋。他们看过港台的黑帮片，羡慕那种大把花钱的快意人生。他们觉得，与其在煤矿里当一辈子被人看不起的临时工，不如干一票大的。一念之差，万劫不复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。在案件侦破初期，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。由于4名劫匪作案时全部戴着假发，身着警服大衣，现场目击者，包括后来侥幸存活的保卫科科长唐秋林，都向警方描述，罪犯中有一名女性留有披肩发，勇猛无比，就像港台电影里演的那样。这个披肩发女人的说法一度让警方将侦查方向偏向了女性犯罪团伙。侦查员在劫匪丢弃的吉普车内又发现了2缕毛发，结合现场的披肩发、假发残留，警方一度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收缴猎枪，寻找披肩发女人的大规模行动，直到嫌疑人落网，警方才恍然大悟，哪有什么女劫匪，不过是4个男人戴着假发在故作疑阵罢了。严文宇当初提出男扮女装的方案，不仅是为了现场伪装，更是在警方侦查方向上布下了障眼法。这个细节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刑侦教学案例中。警示侦查人员对现场信息的判断必须多方交叉印证，不能被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。整起案件中最令人扼腕的是天差地别的代价计算。4个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，为了抢劫一笔钱，准确地说，是为了抢劫那间金库里的100多万元工资款，搭上了自己全部年轻的生命，也搭上了11条无辜者的生命。他们人生中最值钱的时光，就这样被换算成了子弹和炸药。田园到死都想不到，最终朝自己脸上开枪的不是警察，而是自己最信任的发小。他用自己的命给同伙上了一课。在这条路上，连自己人都不值得相信。孙海波在审讯室里面对记者的提问，终于说了一句心里话。当被问及有没有想到这一天时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低声说：想过，但是已经回不了头了。这句话道出了所有重大刑事罪犯的共同心理轨迹。犯罪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，每一次小的铤而走险没有被及时阻止，每一次侥幸脱逃没有被法律制裁，都是在为更大的罪恶铺路。从抢劫储蓄所时的提心吊胆，到杀害民警时的惊慌失措，再到开枪屠戮时的麻木冷酷，犯罪者的心理防线是一步一步崩塌的，而不是在一夜之间瓦解的。本案一审宣判之后，3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伏法。法庭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，孙海波、严文宇、田宇3人结伙持枪抢劫，故意杀人，致11人死亡，犯罪情节特别恶劣，社会危害后果特别严重，依法应当从严惩处。无论4人在作案过程中有何种具体的角色分工，作为共同犯罪的主犯，均应对全部犯罪后果承担刑事责任。田园虽然已经死于现场枪战，但其生前所涉的多个罪名，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也已逐一核实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对死亡的犯罪嫌疑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，但其涉案事实全部写入卷宗，作为破案和追赃的重要依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，警方和司法机关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。
专案组在张新峰副厅长的指挥下，面对嫌疑人的百般抵赖，始终坚持证据为本，以现场物证、弹道检测、法医鉴定、纹身辨认、假牙溯源等科学手段，构筑了完整的证据链条，最终在法定时限内快速完成了从案发到审判的全部程序。42天，从血案发生到执行枪决，42天，这个速度本身就是国家对严重暴力犯罪绝不姑息的最强信号。1995年3月11日上午，刑场上响起了3声枪响，孙海波、严文宇、田宇3名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那个寒冷的春天里结束。法医李昶时在孙海波的档案记录旁写下了这样一行字：年龄30岁，田元25岁，严文宇25岁，田宇24岁，4个人的年龄加起来不过100几岁。如果他们走在正道上，原本还有大半辈子的光阴等着他们，结婚生子，养育儿女，见证时代变迁，在晚年含饴弄孙。但他们选择了最快的一条路，通往死亡的路。很多人至今还在讨论这起案件的根源是什么，是社会的不公，是底层的绝望，还是人性的贪婪？平心而论，那个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确实处于转型的阵痛期，确实有很多年轻人面临着就业难、收入低、前途迷茫的困境。这些困境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、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存在，但困境从来不是犯罪的通行证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同样的环境下选择了咬牙坚持，选择了靠双手改变命运，只有极少数人选择了持枪抢劫，对无辜者举起屠刀。归根结底，选择权的背后是人的底色，是与非、善与恶的界限，从来不在环境里，而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孙海波写的一手好字，严文宇聪明善于策划，田园跳舞拿过全市第3。这些天赋和优点，如果用在正道上，他们的人生原本有无数种可能，但他们把这些天赋全部用在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上，策划杀人，改造枪支，研究反侦察。人的才华用在正道上是建设，用在邪路上是毁灭。老话说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20多年前的鹤岗128大案，已经用11条人命的沉重代价，为这条朴素的真理做了最残酷的注脚。当年的南山煤矿，如今早已变了模样，那栋沾满鲜血的北楼已经被拆除重建，只有案卷里发黄的现场照片和审讯笔录还在无声地提醒着后来人，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暴力，任何无视他人生命的罪恶，无论策划得多么精密，伪装得多么巧妙，终究逃不过天理国法的审判。那些在值班时的枪声中倒下的警警，那些在爆炸和火光中丧生的无辜者，他们从未参与过加害他人的密谋，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人的分毫。他们只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，等待着一场早就注定回不来的春节。他们不应该白白死去。这世间所有的冤屈，终有法律来评判，而所有滥杀无辜的罪孽，永远不值得被原谅，更不值得被美化。岁月虽长，正义永不缺席。